端对端加密是目前我们普通人能够享受到的最安全的加密技术。那端对端加密有没有什么 bug 呢？它会不会也有一些漏洞会窃取我们的隐私呢？各位好，我是 Spike， 今天是科技日，让我们更加深入的去聊一聊关于端对端加密这件事儿。话说在前几天了啊，这挺不好意思的，有一位我频道的观众在下面留言说，他发现 iPhone 的联系人啊，就是通讯录里面它的一个关于联系人的信息的设置里面，有一个选项叫做验证联系人啊。他在留言中问我，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如果大家还没有发现这个设置的话呢，要不然呢就是你的系统版本有点过于低了啊，要不然呢就是你真的没关注到这个细节。那有这个好奇心的，可以拿起你手中的 iPhone， 随便选一个联系人，或者甚至呢您就选一个新建联系人，在他让你填这个联系人叫什么名字啊，电话是啥呀，邮箱是啥呀，生日是啥呀，就是在这个填表格的这个地方，你往下滑一滑，应该不难发现有一个叫做验证联系人这样的一个选项。我不确定我记得名字对不对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你们去找一找啊。他问我这个是什么意思，那这个选项啊，其实就和端对端加密有直接的关系，或者换句话说啊，这个选项就是能让你的端对端加密更安全的一个安全保障。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深入的跟大家去聊一聊，到底什么是端对端加密？这个端对端加密它在技术上是如何实现的？而且我是不是说使用了端对端加密就能够绝对的保证我的通讯信息的安全？有没有什么方式其实也能够钻个空子来破解端对端加密的呢？首先聊一下端对端加密是一个什么东西啊？从普通的语境上来去分析端对端加密，那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也就是说我用的这个加密技术呢，是通过两个终端。那我们举个例子，两个人在发信息聊天的时候，那这个加密是只能够被你我两个人去解密解开，任何的第三方都是没有办法解开的，包括服务提供商。也就是说，当您在使用 Apple 的 iMessage 进行文字聊天的过程当中，虽然你们两个人的通信它需要连接网络，需要通过 Apple 的服务器你们才能够得以实现，那由于使用了端对端加密，即便是 Apple 公司也没有办法获取你们两个人都聊了点什么。那我们再深入一点去聊啊，但是聊之前我还是想向各位观众强调一下，我们是一个聊天和陪伴节目，我们不是科技节目啊，所以这个深度的科技技术爱好者呢，我鼓励大家跟我一起互动啊，在下面的留言表达你更专业的看法。但是对于我来讲，第一，我没那么专业，第二呢，我的目的还是跟普通人聊聊天，所以在我接下来的表述当中会尽量的去避免专业用语，更多的是用打比方举例子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去浅尝辄止的明白端对端加密背后实现的原理和机制。那我们开始，端对端加密到底怎么实现的？当我要给你发送一条 iMessage 信息的时候，在开始之前我填入了你的手机号，当然在这里我们已经不建议大家填手机号了啊，最好是填入对方的 Apple ID 吸取这个 FaceTime 诈骗的一些经验吧。你填入了对方的 Apple ID 之后，在你刚刚要给对方发送第一条信息的时候，在你的手机里面就会系统自动的生成两把钥匙。这两把钥匙有两个专有名词，我来解释一下，一个叫公钥，一个叫私钥。公钥顾名思义，公共的钥匙，它是可以被任何人获取的，没问题。那而私钥呢，是仅仅保留在你的设备端的，有可能是保留在你设备端的这个安全芯片里的啊，它是被安全的存储，只有你自己知道的。
而这个公钥跟私钥，它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呢？你可以理解成它们是一个双胞胎的兄弟姐妹，也就是说，它们是有心灵感应的，是配对的。这两个钥匙齿啊，是能够卡在一起的。你只有这个两个钥匙能够卡在一起，你才能够解锁，才能够解密。或者打个比方来说吧，公钥就类似锁头，而私钥呢，就更类似于开这把锁的钥匙。而我们那句话现在就要搬上舞台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就每个人的钥匙跟锁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你跟任何一个人要去进行 FaceTime 的聊天和通话之前呢，系统都会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在你打第一个字的情况下，自动的帮你生成一把锁和一把钥匙。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一点这个专业术语啊，这把锁头就是公钥，而这个钥匙呢就是私钥。这个公钥是可以扔出去的，你是可以，你锁头嘛，你拿锁头锁门，这个门上有一个环，让你把锁头挂上去，咔嚓一锁，你人走了。那这个锁头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啊？那你说那些人看到了你的锁头，有关系吗？没关系啊，他也打不开这个门啊。我就是为了让你进不了门，我才给你放一把锁头嘛。所以公钥大家不要担心，是可以完全散发出去的，甚至你可以放到社交网络上的，我的公钥是这个啊，你们看好了，哎，这都可以的啊，这是公钥啊。那私钥你想分享也没办法分享，因为你也应该也不知道自己的私钥，因为这个是系统自动生成的嘛。当你生成了这两个东西之后呢，你再去打字，那这个时候你打下来的文字就会通过你的公钥和私钥进行加密了。而与此同时，对方，比如说我要给你发信息，对方的你的这个手机上也会自动的生成一把锁和一把钥匙。那这种情况发生了之后，它加密是怎么加密的呢？就是我要给你发，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进行简化啊，为了让更多的普通用户都能听得懂。当我要给你发送信息的时候，我是先要获取你的锁头，这个就是跟锁开钥匙有点不太一样了。我要给你发信息，我要先说，哎，你把你的锁头拿过来，我先看看你的锁头是什么型号、什么颜色、齿轮是啥样的。那我根据你的锁头的样式，把我要发给你的信息进行加密。然后我一旦点了发送键，我发出去的东西就是已经是乱码了，也就是已经被加密过了。而这个加密的方式就是通过你的公钥进行加密的，也就是说通过你的锁头进行加密的。所以为什么叫端对端加密呢？因为我加密的原理跟机制就是通过你的锁头加密的。那意味着什么？只有你能解开呀，因为只有你能开你那把锁的钥匙，开你这把锁的钥匙只在你手里，它不在我手里，不在任何人手里。哎，这个就是端对端加密的一个简单的后台的工作原理啊。重复一遍，我要给你发信息之前，我们双方都各自生成了一个公钥和一个私钥，私钥是保存在自己的设备上，然后公钥是可以让对方知道的。那当我点下发送键的时候，系统会自动把我发送的信息内容通过你的公钥进行加密，加密之后才进行发送。所以在传输的整个过程当中，即便在任何一个环节泄露，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解得开我到底说的是什么，因为解锁的钥匙只在你的手里，我是用你的锁头把我们的信息进行加的密。那同样，你发给我的信息就是反向的操作。这个就是最简单的，让大家都能听得懂的端对端加密的这个实现的原理啊。所以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就是使用端对端加密，或者是允许用户开启特定对话的端对端加密的一些网络联系中社交网络的这些 app， 比较常见的就是 Facebook 的 WhatsApp， 还有 Instagram， 然后还有就是 Apple 的 iMessage， 还有一个是叫 Signal 啊，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希望各位对自己的信息安全比较关注的各位可以记住这个叫 Signal 的这个软件啊。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它。那在中国大陆境内能够被允许使用的基本上也只有
我们说叫蝎子粑粑独一份啊，就是 iPhone 上面或者是 Apple 所有全系列产品当中，包括 Apple Watch 里面内置的信息 App 所支持的 iMessage。那想对 iMessage 有更多了解的，可以翻看我原来的视频啊。为了方便大家去收听跟收看，我已经把我视频的种类整理成了多个播放列表，你可以去点击我的频道啊，去展开那些播放列表，其中有一个叫做瓜子泡茶听 iPhone， 你可以把那个播放列表保存在你自己的账号当中，然后按顺序去收听。那个里面我讲述了更多关于 iPhone、iMessage 以及iPhone 的内置 App， 还有包括它的隐私等等。目前这个播放列表正在更新当中啊，欢迎大家去追一追啊。个人认为对于普通用户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好，那我们现在了解到了，一般来说端对端加密它是按照什么样的原理实现的。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后台原理的解析，大家也能够明白，采用这样的加密技术所进行的通信是没有所谓的后门的。那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公司、个人、群体、机构或者政府能够破解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加密通话。好了，第一个问题解答好了，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聊。端对端加密是不是最安全的加密技术呢？它有没有什么后台，或者说是一些方法能够把端对端加密也给破解了呢？那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端对端加密，起码我个人认为还是目前我们普通人，你别说那种不普通的人，这个我也不知道啊。那我们普通人能够最容易获取的，相对来说，虽然在某些地区可能由于各种政策法规的限制，它没有办法方便的获取那些个。但是目前来讲，对于 iPhone 的 iMessage 功能，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国家的地区把 iMessage 功能给封禁了啊，目前还没有啊。那起码来说 ，iPhone 的 iMessage 是 iPhone 用户的一个福利，起码我认为啊是一个福利。当然，你可以说我不注重个人隐私，那就另一回事呗。那对于福利的理解，大家也都不一样嘛。但起码我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福利啊，特别是对于没有办法使用更多的采用端对端加密的国家跟地区的用户，是一个非常大的福利。那在你用这个 iMessage 去进行端对端加密的时候，那聊天的时候，这个我们认为是普通用户能够获得的安全级别最高的通讯方式了。它确实来讲啊，目前来讲，我了解到的信息还没有任何的科技手段去把它解密。那你除非是说找到当事人拿枪指着他让他解密啊。我们这个观众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当我去讲了这个任何时候拿枪指着你的时候，你都只能是乖乖的给人家解密，这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这就是技术和人文的冲突，对吧？我技术上做到了只对你开放，但是我拿枪指着你的时候，我从人文的角度去说，行啊，只有你能解密，那我就让你解密，你解开给我看。这就没有任何的办法了。然后我们那个可爱的这个观众在下面留言，就是说，那我有誓死都要保护的秘密你枪指着我，我也不给你解密啊，那行不行啊？真的是可以啊，那真的是可以。那我就自杀，我也不把我的 iPhone 解屏密码告诉你，那是真没办法。那个全世界最著名的案件，我不知道现在看我视频的观众是不是知道啊？我们再给大家提一遍，就是美国的一个要警方 FBI 要去解锁一个 iPhone 来去查找这个杀人凶手，然后去找 Apple 说你帮我解锁 iPhone， 然后我要用它里面的，因为这个是杀人犯留下的一个 iPhone 嘛，所以我要去帮助我们破案。但这个事儿被 Apple 拒绝了。后继到底怎么回事就也没有相关的报道了。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对 Apple 正面形象的树立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一旦谈到隐私，或多或少的都会谈到这个案例，而且这个案例是真实的。我觉得当时 Apple 能顶住这个压力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啊。但这个话题咱们就不再展开了。但是这是一件已经发生的事实，那希望更多的人都能够知道啊。这就足以证明了 iPhone 的安全机制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但是这个也要去配合 iPhone 用户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储备，它才能够达到安全级别的。
你说我这个是全世界最厉害的锤子，但是我不会用，那是不是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是我建立这个频道的用意。举个例子来讲，我跟你说 iPhone 是全世界最安全的通信工具，然后你呢在 iPhone 上只用微信，你就当我没说呗，是不是？是不是感觉你当我没说呗？那你用微信的话，那就证明是你用什么安全的工具也没用。那这就是这个知识水平，我希望我的观众还是要能明白的啊。好，那有了这个前提，咱们再聊下去。也就是说，咱们不较真儿、不抬杠的情况下 ，iPhone 确实是民用领域，就不能说 iPhone 端对端加密确实是民用领域里面最强的加密技术，而且目前看来，从技术角度无法破解，没有办法能够破解，真的是最安全的一个加密方式了。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了。那他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绕过去这种安全机制呢？除了拿枪对着你脑袋以外，那我这个说话严谨一点吧，是吧？再来一个前提，枪对着你脑袋的情况下，你不觉得这些数据比你的生命更重要？那这个就没办法了啊！你端对端加密你也没办法了，是吧？那如果你觉得这些数据比你的生命还重要的话，那是另当别论了啊！那这个有了 iPhone 这样的加密技术存在，前提是你又懂怎么去用它的情况下，如果你要拿命来保护这些数据的安全，那即便你失去了性命，你也能够更坦然一些。有了这些故事，你也能够更坦然一些了，是吧？你是觉得就是不会白死，起码来说，这是你能做到的最不会白死的一种方式了，是吧？那如果那同样的道理啊，如果你 iPhone 上的那些信息都是在这个微信上的话，人家也不会对着，就不会再拿枪对着你了，根本没必要嘛，是不是？就是那根本就不用找到你啊，也不用拿到你的手机，就知道你在微信上都聊了什么，这个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啊。好，那第三个问题，我用 iMessage， 我用这个 WhatsApp， 我用 Instagram， 我用 Signal 去聊天，是不是就绝对安全了呢？端对端加密有没有优劣之分呢？先回答这个小问题，有没有优劣之分？有的，这个我就不再深入展开了。同样是端对端加密，它有更严格、更安全的一些的加密，也有稍微不那么安全的加密。举个例子，你的公钥跟私钥，如果你始终跟一个人聊天，对吧？我们知道 iMessage 那个聊天窗口嘛，如果你跟一个人聊过天，他那个聊天历史记录会一直在那边，然后你去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下次你不用再点加号新建了嘛，你就找他的聊天对话框就可以继续写就好了嘛。现在很多聊天人都是这样子的嘛。那你这个公钥跟私钥你换不换？你多久换一次？那这个就牵扯到他的，同样是端对端加密，他的聊天级别高不高？当然我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但是好消息是 iMessage 使用的端对端加密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那个层级的。我不知道另外几个软件啊，包括这个比较流行的 WhatsApp 和这个Telegram， 这个我不太确定，但是我知道的是 iMessage 它使用的是比较高级的。虽然你们的这个对话框一直没换，可能像我的一些经常联系的朋友哈，那可能几年都没有换这个对话框，甚至是家人几年都不换，一直常年用下去。但其实我的公钥跟私钥，它也会在我每次对话之前都会换一个的。那这个就更加的安全了。那即便这样 iMessage 是不是最安全的？它在有一个世界的这个聊天对话的安全评级当中啊， iMessage 不是最高分，是次高分。但是我觉得也绝对可以了啊。谁是最高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 app Signal， 它是最高分。至于说他为什么得最高分，这个原因我大概之前了解过一下，但是现在记不清了，但我觉得也不是那么重要，但它都是端对端加密呢，可能也就是一个10分一个9分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啊。我大概印象当中 Signal 它跟 iMessage 比，它应该唯一胜出的那1分呢，是胜在它使用去中心化，应该跟这个有关系，就是它没有办法被更好的去追溯。什么意思啊？
就如果你用 iMessage， 它已经很安全了，对不对？但是由于它是也需要通过上网的，它要通过服务器进行转发的嘛。虽然你们两个聊的内容是没有办法被获取的，但是你因为每一次点发送键，然后你接收到消息，它是不是都要通过服务器转发呀？那你通过服务器，你是不是要通过运营商的服务器？就比如说我这个流量，我是不是要通过网络运营商，什么电信、联通、移动，就这种的运营商，这种叫运营商啊，是不是要通过它去给你转发到 Apple 的服务器，然后 Apple 服务器再转呢？你可能说 Apple 不会窃取用户的隐私，但是这个运营商这边，他虽然不知道你聊的内容是什么，但是他是不是知道你什么时候发送了大概多长的数据？这个肯定是你的网络提供商他会知道的呀。那这个就叫什么？这可能就叫做你的这个一些数字痕迹吧。我虽然不知道你聊啥，但是我能够知道的是，可能你在什么时间地点，如果你用的某一家运营商，它的这个信号塔，对吧？你通过这个就知道，这个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送频次是多少，发送的内容的量是大还是小，这个是运营商能够获取的。但是内容它是肯定获取不了的，因为你使用了端对端加密的方式。但是如果运用 Signal 的话，它是去中心化的，那也就是说，这个咱们就不再真的，我没有能力再把这个更平民化的给大家解释了啊。但是据说是 Signal 这个软件，它连你发送这个信息的时间和这个频次，包括数据量的大小，都已经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掩盖起来了。那在这一点上，它的优先级，它的这个安全的评分比 iMessage 更高了一点。叫 Signal， 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搜。我也想在我的频道做一下测试啊。如果我最终决定做测试了，我可以把我的 Signal 的这个二维码放在上面，大家可以通过扫描的方式，我们直接去试一试啊。但是这个事儿我还没决定啊，可能再过2天再决定啊。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先玩起来啊，咱们也可以在评论区去聊一聊这个事情。如果对这方面了解更多，包括甚至各位有用过 Signal 这款软件的，我是下载注册好了，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好友，因为来不及研究这玩意儿啊，一直就下载来把它放在那儿了啊。但我觉得 iMessage 对于绝大多数99.999999%的人都已经足够，这个安全性就足够了啊。这个是 iMessage 跟 Signal 之间的一丢丢的差异。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最后聊一下，采用了端对端加密，也就是说我已经使用了 iMessage， 到底有没有什么后门可以获取到我真实的这个聊天内容呢？到底能不能呢？刚才说到的都是一些什么发送时间、发送频次、发送长短，对不对？内容到底能不能被获取？那我们说也是可以的，有极小的概率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成本要高一点啊。怎么实现的？这点很重要。你别听到只是可以你就把我视频关了啊，那这个是不公平的，对于 iMessage 也是不公平的啊。这个可以是怎么说的呢？采用端对端加密，从技术上来讲，它是没有办法被破解的，你可以这么理解，没有办法被破解的。但那它又是怎么破解的呢？除了枪指着你脑袋，你认为这个保密的内容没有你的生命重要被破解以外，还有哪些方法？这些方法的思路其实跟枪指着你脑袋也差不多，因为它没有办法直接破解你的内容。你比如说在网络劫持你这段话，对吧？劫持下来了，这段话是已经加密过的，他用技术手段把你这个给解密了。对不起，没有这个解密的方法，没有这解密的方法的，那都是通过一些讨巧的方式才能够把你加密的信息去看到的。比如说最简单的，你用的可能是安全级别不那么高的手机，虽然你用的聊天软件它带有端对端加密功能，我还是举大家肯定严谨的来讲这个案例这个例子不对啊，但是我举一个大家能方便理解的例子，就是你用一个不太安全的手机，虽然你的通话的软件通话的过程当中你确实是使用的端对端加密没问题，那我举个例子，如果你的手机屏幕被人监控了呢？大家现在都知道有远程监控屏幕嘛，就你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对方能看到嘛，分享屏幕这个功能，只不过你的手机安全级别不够，我在没有告诉用户的情况下，我后台偷偷的监控你的屏幕，那你这个再端对端加密也没用了，你的屏幕被泄露了，对吧？咱们再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你在某个宾馆酒店住下来了，结果你这个酒店的天花板上有一个摄像头，
它直接照到你手机屏幕了，你再端对端加密有啥用呢？所以它是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够破解你的端对端加密，它不是直接破解，它还是用这个所谓我们之前讲的人文的方式，它不是用科技的方式。这说人文不太合适啊，但是大家知道你这个意思就好，它不是用科技方式没办法破解。那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讲一个最接近科技方法破解端对端加密的方式，这个方式叫做中间人攻击。这个是目前看来唯一的一个比较接近科技方式去破解端对端加密的方式，也是回答我们刚一开始那位观众的问题。这个 iPhone 的联系人里面多了一个验证联系人，这是让我填什么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你看我们这期节目质量很高吧，首尾呼应是吧？如果觉得做得好的话，来打个赏啊，超级感谢，支持一下，买一个这个赏口饭吃的会员也行啊。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加入我们的大口吃肉频道会员啊，去看这个专享视频。好，我们接着下广告打完，接下来聊啊，什么叫中间人攻击呢？中间人攻击的意思是，当你和一个人单线联系，使用端对端加密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旁边的一个所谓的黑客，我们把它叫中间人，他想拦截你们两个的这个聊天内容。那我们已经知道了，采用端对端加密，你直接把这个拦截下来是没有用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就必须进行伪装。它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伪基站这个功能。你比如说你正常这个手机你连上的这个基站是连着，比如说我们说中国移动啊，我连接到的是中国移动的这个手机信号塔。那这个时候你任何的钓鱼性质的网络诈骗都会有一个困难。大家都知道中国移动的这个客服号码是10086嘛，或者是1000861嘛，对吧？这种是吧？那如果你手机突然响起来一个电话，你一看是10086给你打来的，你大概率上会相信对方肯定是中国移动的官方客服，不太会错的。那如果是骗子给你打来的，他跟你说话的时候我是移动的客服，但是你一看这号码是一个不是10086，你就会对他有怀疑，对吧？这个是大家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吧。那骗子就会想尽的办法说，我怎么能才让这个对方的这个来电号码它就显示10086，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呢？这个办法就是伪基站。他开个车啊，或者是最近是伪基站，说你能装到书包里啊，他就背个书包，书包里装的是一个假的基站。然后你如果离这个伪基站比较近的话，因为手机它会自动优先选择最近的基站嘛。如果你一个手机要想联网的话，他发现伪基站离我比较近，而那个真正的基站离我比较远。什么叫伪基站？就手机没有办法区分谁是真谁是假嘛，它装的非常像嘛。那你就联系你这手机就直接连到这个人的这个骗子的背包里或者这台车里的这个假的基站了。你连到假的基站，那就证明什么了？你的来电号码是什么，我可以任意控制了。那他再来个电话，他就能让你电话就显示11086，其实是假的。怎么做到的？你连到伪基站了。那这就跟为什么我们之前说 FaceTime 诈骗非常的成功率有点高，为什么原因？因为 FaceTime 它可以自定义来电号码的，也就是说我给你打电话，哪怕我不是你的联系人，我自己给我的 Apple ID 起个随便什么名字，什么京东客服、淘宝客服，然后我打过去，你对方显示的就是京东客服、淘宝客服，因为我 FaceTime 我不是运营商啊，我要给客户足够的灵活的空间去定制化呀。你比如说现在最新的 iPhone 操作系统可以自定义来电头像了，那也就是说我可以把我自己的漂亮的 Memoji 的头像加上我的标准的，我希望我的名字我的脸显示在我朋友的联系人列表当中是什么样子，我全都把它写好，写完了之后我只要跟你打电话，我就可以把我这个标准的我的联系人的这些信息直接发给你，对方只要点一下接受，他都不用存我的号码的，不用说打完了之后再去记，没关系的，就是你不管是通过 iMessage 聊天还是通过打电话都有这个功能的啊。大家如果跟一些资深的 iPhone 用户去打过电话，或者是通过 iMessage 聊天，你就会发现，他来的电话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动画表情，是吧？而且打完电话之后，你只要点一下更新，你通讯录里面关于这个人的电话号码或者他的新的头像就会更新，而且你可以实时更新。我今天想留个长头发的头像，明天想戴个眼镜，后天想戴个耳机，我只要自己一换，那么我只要联系过我的那个联系人，那个联系人的我的那个朋友的他的通讯录里面，我的头像就会自动换。
哎，这个是其实这对厂商跟用户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种体验，但是骗子利用到了这种方式去进行 FaceTime 诈骗，对吧？那这个就帮助大家理解什么叫伪基站，以及为什么 FaceTime 诈骗能够这么风行的原因之一。当然，现在是通过这个警方和 Apple 公司中国的这个联合，已经应该把这个 FaceTime 诈骗一定程度的阻止掉了啊。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用 Apple ID 进行 FaceTime 跟 iMessage 的沟通，不要用电话号码，特别是中国大陆境内的电话号码不要用。再提一遍啊。好了，那再绕回来，通过端对端加密的互相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伪装伪基站的这种方式？有的，这种方式就是中间人攻击。我们在对方进行端对端加密聊天的时候，刚一开始的第一句话不是要先生成公钥跟私钥，然后把公钥要抛出去，公钥就是要给对方的，因为对方要利用你的公钥进行加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我要跟你联系，旁边又有一个他，那他已经监控我们俩很久了，一旦他发现我要跟你联系的时候，他赶快介入。你的公钥还没有抛给我的时候，他把一个他的假公钥抛给我了，让我用他的公钥来加密我给你发的信息。那这就叫中间人攻击。那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什么呢？我的手机其实没有办法去验证你到底是不是你，那没办法真正的验证你到底是不是你啊。他只是接收一个抛过来的公钥，然后通过这个公钥把我的信息进行加密，加密之后发给你。那如果我中间把你给劫持了，我让你的手机认为他才是你，你不是你，那这会造成什么情况？我跟你聊天聊了半天，其实我不是跟你聊天，我是跟他在聊天。那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的手机也不知道。哎，是通过这种方法能够罕见的把和 iMessage 一样的采用端对端加密的方式聊天的方式的这个信息，它能够给破解。所以说白了，这根本就不是破解，对吧？因为破解不了，这个技术真的破解不了。它不是被破解，而是什么？在你加密之前，他就把这个间谍给插入到中间了，是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这样的全程来讲，其实他就把你整个这个聊天给拦截了嘛。那这样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要验证联系人呢？为什么呀？验证联系人就是多了一个验证的步骤。你如果填进去了验证联系人的这个信息的话，好了，你的手机就知道对面那个你要联系的人到底是不是那个人，还是中间人攻击的那个他，手机就知道了。因为你们是远程的嘛，你不管是你我还有那个黑客，是吧？我们三个其实没有在线下见面呀，我们都是远程，都看不见啊。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才能确定你就是你呢？不被那个中间人插一脚进来呢？那就是我通过技术手段，我通过我的手机，我告诉我的手机你长什么样子。当然它不是真正的一个图片，是吧？不是你真正的长得什么样子，而是把这个验证联系人的一串代码填进去。那有了这串验证联系人的代码之后，我每次在跟你联系之前，我的手机就会自动的核对是不是这个代码，对不对？如果不对，我就提醒你有问题。iMessage 上面会有提醒的，这个联系人验证无法使用或者出现问题。当然有一定的概率可能是因为服务器暂时没转过来，或者网络链接问题。当然也有一定的概率是可能是对方换了一个新设备，或者是你换了一个新设备，之前是用 iPhone 现在用 iPad 了，后来又用 Mac 了，对吧？那在换设备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这样的话你就要怎么办？给对方打个电话，哎，用这种线下的方式再确认一下是不是你。哎，你这个信息 app 也会提醒你的，就是我现在由于某种原因没办法验证联系人了，你要自己线下验证一下。如果你填了对方的这个联系人验证码的话，那这个联系人验证码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要把你的这个这个通讯录填到我的手机里面，我要填你的这个验证联系人的代码，
我要填的是什么东西呢？当然你眼睛看起来是一串字母加数字的一大长串，这人类看不懂的这个东西啊，这个是什么呢？其实你就可以理解成我填进去的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公钥，也就是你的那把锁。因为公钥是可以放出来的嘛，大家都可以看到公钥是一个什么东西嘛。那你把你的公钥抛出来之后，我就把你的公钥填到我的联系人里面，那就是说以后每次我跟你联系的时候，我的手机都会自动去访问我的联系人里面你的公钥是什么，然后跟你聊天之前你抛过来的那个公钥进行对比，如果一致，好，我就认为你是你；如果不一致，我就中间人，我就提醒你有问题。那经过这样的一层加密，让我们的 iMessage 能够远远超越其他的流行的这个网络聊天和社交网络 App， 能够达到超强的安全级别。我问了一些 ChatGPT， 我说什么人会用到这个功能？他跟我说什么一些律师啊，一些调查记者呀，或者是什么人权这种才会用得到。用到这么安全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影响我们从技术层面把它分享出来，因为您就拿我来讲，我出于兴趣的原因，我没啥保密的，我也希望我的通信是安全的，你凭什么有漏洞不堵出来呢？而且真正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在哪儿？咱们回归人文一下啊，真正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是在特别是 iPhone 用户。它提供了一个真的是非常简单的方式，就能让你的日常通话达到非常安全的级别。那我为啥不用呢？我有仇吗？我跟安全有仇吗？我为啥不用呢？他又没让我费什么劲的，我只要用 iMessage 就好了嘛。我只要把我家人的这些安全密钥都填到联系人信息里面，这个复制粘贴的问题就好了嘛。这很简单啊，我为什么不用呢？所以今天整个的分享就是希望能够用这半个多小时给我们的，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能力了啊！如果各位觉得我讲的还可以，您是非科技爱好者，是普通人，甚至是科技爱好者，你觉得我讲的这些东西还是能够让你对你理解端对端加密以及它各种周围的问题有帮助的，还是可以给我打个赏的啊！我自己也真心觉得我尽力了啊。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您再听不懂的话，我也没啥办法了。那咱们今天花了半个多小时，跟大家把端对端加密这个事情彻彻底底的聊了个透啊，也作为我们 iPhone 系列的一个番外篇或者是加餐，在科技日把它放出来。而之后的我们的科技日的主题呢，已经排队排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啊！不要担心我没东西聊，比如说我一直欠大家的聊聊耳机，对吧？最近我又在组网，怎么样解决家里的信号死角，包括我用过的一些路由器，我视频都拍好了啊，只不过这个什么时候上线，反正你们就等着吧啊，我也不知道。好吧，是吧？所以各位期待一下啊，有兴趣有条件的各位也可以考虑加入一下我们的会员啊。再次强调 Mac 系列的会员节目会越来越精彩。好，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拜拜。